15亿人呢，是整个世界人口的1/5啊。如果他们不能够有效的减排，那整个巴黎协定就失去了意义。而且印度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有相当多难以迈过工业化门槛的发展中国家。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节目我们说一说印度打算找发达国家要1万亿美元来减排。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气候大会上，印度总理莫迪再次放炮，他宣布了印度零排放的5重计划，到2030年实现4个减排目标，到2070年实现近零排放。但是莫迪说，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发达国家要给印度提供1万亿美元来推动节能减排的科研和基础设施建设。有人评论说，这是莫迪对发达国家阴谋的反击，是为了印度自己争取发展机会。这种说法呢，有没有道理呢？任何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社会，都需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人均电力消耗不断的增长，这是一个必然规律。在当今世界上，主要的发电形式还是火力发电，所使用的主要燃料还是煤炭。这就意味着，随着一个国家人均用电量的增加，碳排放肯定要经历一个上升的过程。另外，发展制造业是相当多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局面的这样一个主要的手段。制造业当然就要用电呢，轻工业用的少一些，重工业用的多一些，但不管怎么样，都需要提供足够的电力供应。这同样带来了更大的排放的压力。如果通过国际条约之类的机制，强制要求发展中国家不要再增加碳排放，那么等于是逼迫这些国家不要再增加人均电力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就锁死了他们迈向现代化的进程。核电、太阳能发电、潮汐发电，甚至是空间太阳能发电这一类的新概念的清洁能源，对于中国和发达国家来说，或许是通过一段时间的研发和部署就能够做到。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实在是遥不可及的奢望。而这些国家当中，自然就包括印度。所以印度总理莫迪要站出来表明印度的立场。其实在提出1万亿美元这个要求之前，印度一直是反对设立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表的。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说，按照印度的科研能力、工业生产水平、社会管理能力、资金使用的效率和它的政府连接的程度，即使有发达国家真的拿出1万亿美元来给了印度，也绝不可能达到莫迪所承诺的减排目标。正如很多印度研究人士所说，印度政府对国内社会控制能力其实是很差的。印度境内至今还存在着很多的土邦，实行着土司制，而那些处在种姓制度底层的印度农村就更是完全不在人们的视野之内了。然而，无论印度社会和国际社会如何无视这些人的存在，他们都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大气层里面。他们的排放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气候，这就意味着这些印度政府管不了的人到底制造了多少排放，甚至是没有办法测量，更不要说谈监督和管理了。印度的碳排放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按照现在的人口变化的速度，印度人口超过中国只是个时间问题。如果世界对印度不闻不问，那么就很可能超过15亿人，再用极低的效率使用煤炭和石油，甚至用木材制造出大量的温室气体。15亿人呢，是整个世界人口的1/5啊。如果他们不能够有效的减排，那整个巴黎协定就失去了意义。而且印度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有相当多难以迈过工业化门槛的发展中国家。这些人同样有权利获得充沛的电力，享用方便的交通工具，同时还不能产生过多的排放。中国在环保技术和减缓碳排放方面有着坚定的政治承诺和清晰的时间表。我们的清洁燃煤技术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了，因此中国完全有技术条件在节能减排这个问题上为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做出表率作用，其中当然也包括印度。因此如果印度能够放下政治成见，和中国携手共同要求所有西方国家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量，这对全人类都是有巨大的好处的。当然了，这样做的前提是印度必须承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领袖的地位和能力。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